她是韩国网红界的顶尖人物，随便发个吃饭的图，点赞就能破100万。她去过的店，半年营业额能猛增30亿。但你绝对想不到，现在她在直播，目的是找出谁杀了她。1年前，这个短发女孩只是个普通打工族，尽管她天天做些上门销售的无聊工作，但她很懂富人的品味。因为18岁前她是个富家女，父亲破产后，她一夜之间变成了穷人。为了还债，她只能和妈妈挤在破旧的地下室里生活。那天，老板让她去商场帮老婆挑礼物，没想到在奢侈品店碰到了高中同学。多年不见，那同学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网红。小网红不知道他家破产的事，还以为她依旧是那个有钱有势的千金小姐，赶紧满脸笑容开始讨好她。小网红说几天后有个网红派对，韩国的知名网红都会去，他希望短发妹能陪他一起。如果别人知道他和家世优越的短发妹是朋友，肯定会觉得他很有面子。但短发妹心里明白，她已经不是那个富家女了。尽管如此，短发妹并没有答应小网红，但回到家，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小网红今天在奢侈品店随便买了个东西就花了3000万，但记得高中时候，他以前随手扔掉不喜欢的名牌包，那时候小网红居然从垃圾桶里捡起那包，还求我把标的包送给他。一个捡垃圾的乞丐怎么变成富人的呢？或许那个网红派对能解开我的疑惑。短发妹最后还是跟小网红一起去了派对，没想到短发妹的假富人计划还没开始就被拆穿了。她偷穿了价值1000万的裙子去派对，竟然在派对上碰到了裙子的真正主人。短发妹原本想在派对上探究网红的致富秘诀，但她家境贫寒，连件像样的裙子都没有。她妈妈不想让女儿错过结识有钱人的机会，就从自己的裁缝店偷拿了一条客户的裙子给她。那裙子的主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富人，送来修补的裙子肯定也不便宜。短发妹心里其实很犹豫，但她妈妈还是鼓励她。派对上，大家一看到短发妹身上的限量版裙子，都露出羡慕的眼神，纷纷称赞不已。只有一位夫人始终没说话，她只是静静地观察短发妹。原来这条昂贵的裙子正是这位夫人的。夫人的妹妹问短发妹，这条既昂贵又是全球限量的裙子，她是怎么买到的？短发妹一时语塞，没想到夫人却突然帮她解了围。短发妹的朋友在派对上不停炫耀，说短发妹家境多么显赫，学历多么出色。她不知道短发妹自家破产后已经退学了。短发妹不想继续欺骗大家，她在所有人面前坦白了自己只有高中学历。但就在大家震惊的时候，更离谱的事发生了。一个扇了朋友巴掌的女人，原来是个过气网红。她曾一步步帮朋友变红，可朋友红了后就把她踢开了。这位过气网红无法忍受这种背叛，于是不顾一切闯入了活动现场，想要让他的朋友尴尬。正直的短发妹不忍心看朋友被难堪，就站出来帮朋友辩解。但没想到那个过气网红已经理智全失，他直接把红酒泼到了短发妹身上。短发妹严厉训斥过气网红后气势走人。回家后她才发现自己真的惨了，被红酒弄脏的衣服没法再修补了。她急忙上网一查，才知道自己偷穿的裙子不仅值1200万，而且全球已经销售一空，再也买不到了。一个男人给了她一张有650万余额的卡，只因她的社交账号增加了472个粉丝。原来自从被小网红敏慧关注后，敏慧的粉丝也开始关注短发妹。短发妹看着粉丝数慢慢上涨，内心震惊不已。更让她震惊的是，很快就有人给她打来电话。她听说有人想跟她谈谈签网红的事，半信半疑的短发妹还是去了那家网红公司。这公司也是敏慧现在的老东家。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但网红老板准确地道出了她的所有信息，连家底背景都被挖得清清楚楚。网红老板安慰她，互联网世界本就如此，在大数据面前，没人能保有秘密。短发妹还在震惊中没缓过劲来，老板就递给她一张银行卡。原来他看好短发妹的商业潜力，只要稍作包装，有专业团队推一把，短发妹绝对能火起来。这时短发妹才明白，单靠炒作是不够的，背后还得有团队操作。从网红公司回到家，短发妹看到家门口停了一辆豪车，她立刻意识到自己马上有麻烦了。原来是有位财阀太太来取裙子，但那条值1200万的裙子已被她弄脏。短发妹的妈妈一遍又一遍的求原谅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财阀太太并没有生气，也没让短发妹和她妈妈赔偿。虽然免了赔偿，但短发妹却因为几句话伤了自尊。她觉得财阀太太那不在乎的态度，反而显得不够尊重她。短发妹赶上前，递给财阀太太一张银行卡，这张卡就是网红老板之前给她的。她对财阀太太说，卡里有650万，剩下的钱她会慢慢还上。太太看到这反应，猜出了她误会自己了。她没收银行卡，只是跟短发妹说，这裙子她其实本来就打算不要了，叫她别想太多。说完她就走了。敏慧又邀请短发妹参加她的直播。短发妹这次终于坦白了家里破产的事。敏慧觉得不可思议，那个曾经像公主一样的女孩，现在竟然成了卖3无化妆品的推销员。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敏慧拉着短发妹参观她的店，还在直播中疯狂向粉丝介绍短发妹。她毫不在乎地倒出短发妹包里的化妆品，热情地向粉丝推荐起来。短发妹不明白敏慧为何突然这么热情，而旁边的网红小团体在直播后揭露了敏慧的真相。原来镜头前的一切都是为了塑造形象，敏慧其实并不是真心想帮她卖化妆品，而是在建立一个乐于助人的形象。短发妹非常生气，她讨厌被当作工具人使用，但敏慧却认为短发妹只是羡慕她的成功。
短发妹气愤地离开了。不一会儿，她竟然接到了警察的来电，警方要她必须去警局一趟。韩国财阀公子追人的方式真是霸道，居然因为女孩不会消息就报警了。那是在一次网红派对上，短发妹在门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。这时候，一个男人突然从后面帮她整理衣服，短发妹吓了一大跳，本以为那人在耍流氓，那男人却一脸无所谓，说他只是认错人了。短发妹并不知道，她面前这男人是上流社会非常有名的财阀公子。她赶紧拿出手机，对准财阀公子的脸拍了张照，生气地说自己一定要对这种骚扰行为报警。财阀公子第一次遇到不对他花痴还要报警的女生，顿时觉得有趣。但短发妹并不想继续纠缠，只是让那男人赶紧说电话，好让他告诉警察。财阀公子看着短发妹，慢悠悠地报了电话。他坚信这报警不过是他要电话的借口。几天后，短发妹肯定会联系他，以此接近他的目的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短发妹根本就没对他感兴趣，反倒是他对短发妹一见钟情了。他找到了短发妹的社交账号，发了消息，没想到短发妹根本不搭理他。为了再见短发妹一面，他竟然去警局自首了，希望借警察之手能叫来短发妹。短发妹在警局听了财阀公子的话后，觉得简直难以置信，本就心烦，还碰上这种奇葩男。短发妹气呼呼地离开了警局，一打开手机，她又惊呆了。原来之前敏慧为了塑造形象，故意拉她在直播中推销自己公司的产品。短发妹怎么也没想到，她公司的化妆品因为敏慧随口一提就被抢购一空。短发妹对网红的影响力又有了新的理解，她开始真的对成为网红感兴趣了。如果你以为做网红就为了每日10万8，那你看的还太浅了。短发妹对着面前的网红公司老板，完全不懂这话啥意思。但下一秒，老板就让她明白了，对网红来说钱只是起点。他带短发妹进了一个豪华的化妆室，请来专业造型师给她大变身。老板对短发妹说，只要粉丝数过千，这样的高级化妆服务就能免费享受，因为所有用的产品都是赞助的。然后老板又带短发妹到一个巨大的衣帽间，他告诉短发妹，只要粉丝数过万，那么这些衣服你都可以免费穿。粉丝数一旦破10万，甚至能开自己的店。短发妹第一次得知，原来那天看的敏慧的店一年能赚50亿。短发妹听老板一说，她对网红这行业的认识突然深了。从公司出来，短发妹还觉得有点懵，一切似乎都太不真实了。她终于决定要成为签约网红，而第一步就是得打造个网红人设。老板叫来了敏慧，敏慧一看到短发妹，差点转身就走。自从知道短发妹家破产，敏慧就没再想讨好短发妹，但她万万没想到，老板竟让她跟短发妹搞闺蜜人设。原来敏慧最近刚摆脱团队内斗，现在急需树立一种重情重义的形象。那次直播中出现过的短发妹，正好是塑造这人设的绝佳选择。这不仅能帮敏慧稳定粉丝，还能帮新人短发妹迅速圈粉。敏慧本不想再和短发妹深交，但短发妹却主动靠近，她告诉敏慧把这当成工作就行。敏慧只好勉强同意。没多久，敏慧的店铺又搞大促销，短发妹作为闺蜜特意参加了庆典。她没想到的是，这次居然碰到了自己的线下粉丝。短发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真性情竟这么受欢迎。回到家，她开始认真的分享自己的穿搭心得。衣服虽然都是价格很亲民的，但网友们反应出乎意料的热烈。原来成为网红其实也不是那么难。就在短发妹暗自窃喜的时候，接下来的经历让她直面网红圈那些不为人知的虚伪。网红之间的友情多么虚假啊！前一秒还在镜头前笑得合不拢嘴，一拍完大家秒变脸色，各走各路。短发妹显然还没适应这样的网红生活，老板硬是要她和敏慧演一对好闺蜜，可敏慧对她完全是颐指气使。店里的活动一结束，敏慧就把她叫到停车场去收拾东西。看着堆成山的礼物，短发妹满头雾水，只是一场小小的店庆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礼物呢？旁边一个女孩向短发妹解释，这都是敏慧的粉丝送的礼物，贵圈真是为了集资还搞了个义卖活动。短发妹也被邀请去参加，她带着满箱子的闲置物品，满心期待地赶到了会场，但费了9牛2虎之力拖着行李箱一道，却发现大家都打算离开了。短发妹满脸疑惑，敏慧明明说过5点到会场，难道自己迟到了？短发妹只好把那些看起来寒酸的闲置物摆上展台，一边打量着四周，她发现展览上全是高档奢侈品，明显不是卖小玩意的地方。看见远处观战的敏慧，短发妹这才意识到自己被算计了。原来这场义卖是给富豪贵族做慈善的，普通人根本不用带东西来。而敏慧让短发妹在快结束时过来，显然是为了让她帮忙提东西。意识到自己被利用的短发妹气愤地拉着行李箱要走，但倒霉的她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廉价的小物件四处飞散。正当短发妹尴尬至极时，一个财阀公子突然出现，他弯下身捡起地上的水晶球，并向短发妹伸出了援手。短发妹不懂为何财阀公子会帮她，旁边的网红小团体都傻眼了，他们不敢相信像短发妹这样的女孩竟然会认识财阀公子。不止这些，财阀公子还贴心地安排人送短发妹回家。回到家，短发妹打开了她的社交账号，她看到自己的粉丝数涨到了9000。回想这些天被欺负的种种，短发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她要公开指责那些把人当丫鬟的网红团伙。没想到短发妹以为正义的决定，却让她成了全网的众矢之的。只要每年花1000万，你就能成为 LV 的会员了。屏幕前的网红热情分享着，完全不在乎粉丝真不真想知道。不管是模范老公，还是昂贵的限量奢侈品，或是那些塞满硅胶的火辣身材，
网红们总是借分享之名炫耀，粉丝们无限吹捧以让他们迷失。但短发妹对这一切并不买账，她相信肯定有人和她一样厌恶这些爱炫耀的网红，于是她拿自己的9000粉丝做赌注，决心要挑战这些网红。没想到的是，她以为自己的吐槽能引起众人响应，激起大家的共鸣，但动态一发就遭到了无数嘲讽和谩骂。有人骂她神经病，有人说她博眼球，还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直言短发妹的言论是针对网红姐妹团，引得众人纷纷去网红姐妹团的动态下围观。短发妹很快就掉了3000多粉丝，更糟的是她还有了专属的黑号。在一天的网络暴力后，一个用户名以3B开头的网友给短发妹发了私信，说会永远坚定的支持她。心灵受创的短发妹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，她开始和3B聊天。3B 告诉她自己知道一个快速扭转风评的方法。起初短发妹不太信，但又一天的网暴后，她终于决定求助于3B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短发妹的形象快速好转，网友们突然支持起了短发妹，还纷纷呼吁大家一起保护她。不久，短发妹的粉丝数迅速回升。原来3B 只是把事情发到了网上论坛，还说短发妹只是在说实话，结果就被大网红的粉丝团霸凌。论坛里的大多数人都支持短发妹，大家都纷纷来支持她。短发妹最终在和网红姐妹团的对抗中扳回一局，但更让姐妹团受不了的是，一向不玩社交媒体的财阀公子竟然关注了短发妹。有了和财阀公子的绯闻，短发妹的粉丝数越来越多，大家都说她像是现实版的灰姑娘，这让一向讨厌她的敏慧气坏了。财阀家的女儿在众人面前大发脾气，只因为一个女明星不理她。原来是财阀公子举办的晚宴，所有高社会的人都可能被邀请。粉丝数飙升的短发妹也收到了邀请。当她从豪华车上走下来，在门口等的敏慧彻底崩溃，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么高级的晚宴居然会请短发妹，这让她更是崩溃。其他网红免费去这种活动都觉得挺荣幸的，而短发妹却是付费被正式邀请的。一想到最近短发妹和财阀公子的绯闻，敏慧忍不住直接问了出来。短发妹不想在敏慧身上浪费时间，头也不回的走进了晚宴。宴会上不只有社会名流，还有一位超火的女明星。财阀妹主动去和女明星打招呼，两人拥抱问候，看起来像久别重逢的好姐妹。网红团的其他成员都投来羡慕的眼光，大家都开始巴结女明星。但没过多久，女明星就看到了远处的短发妹，她竟然扔下网红姐妹团去和短发妹打招呼。短发妹感到不可思议，原来她面前的女明星也是自己的粉丝。女明星对短发妹十分亲切，两人合影留念，还互相关注了对方的账号。然后女明星问短发妹是否和财阀哥在交往，说有机会可以一起吃个饭。还没等短发妹回答，一怒之下的财阀妹冲过来把红酒泼在女明星身上。她受不了别人都去讨好她讨厌的人，她毫不客气地揭穿了女明星的用意。原来女明星和财阀公子的公司有广告合约，合约马上就要到期了，如果能巴结上财阀公子的绯闻女友，说不定自己的合同就能续上了。短发妹这才明白自己又被利用了，但她还是阻止了财阀妹继续闹事，以免事情搞大。财阀妹根本没把短发妹放在眼里。正当她准备再次发飙时，姐姐及时出面制止了她。财阀妹气呼呼地离开了，短发妹也不想再留在晚宴上了。她追上财阀夫人，想当面向她表示感谢。从衣服被弄脏那次起，夫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帮助她了，但夫人却说她非常欣赏短发妹的性格，她愿意开通社交账号和短发妹互相关注。财阀哥也趁机插话说，以后3个人就是好朋友了。就这样，出身普通的短发妹竟然和2位高社会的大人物成了好友。只见少爷走进门后大步前行，而女佣则像做贼般蹑手蹑脚跟在后面。趁着少爷脚步落地的瞬间，女佣迅速抓住少爷的鞋跟，将鞋子脱下，然后提着鞋子悄悄退后，整个动作流畅自如，少爷几乎感觉不到任何不适。短发妹目睹了这一幕，用震惊来形容她的心情都不为过。原来财阀哥是想约短发妹来告白，但忙碌的短发妹却带着同事兼好友一起来了，这让财阀哥颇感不快。毕竟跑车只能坐一个人，财阀哥因为教养并没有怪短发妹，而是建议她让朋友在高级餐厅独自等待。他冷淡地对短发妹说，朋友没他也能自己吃饭。接着财阀哥改变了约会的地点，他带短发妹到自家吃饭，但短发妹却怎么也吃不下，因为从看到财阀哥脱鞋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。财阀哥对此并不在意，因为他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，他从小就有人帮他脱鞋，对他而言，没有人伺候反而难以想象。不止这些，财阀哥还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合理的观点。听完财阀哥的话后，短发妹终于醒悟，他明白自己和财阀哥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。短发妹也终于明白了他一直不喜欢财阀哥的原因，他拒绝了财阀哥的交往请求。临走前，短发妹霸气地告诉了财阀哥，网红小团体里的卷发妹突然邀请短发妹见面，他带短发妹参观了自己的瑜伽馆，表现得对短发妹异常热情。绕了大半圈，卷发妹终于透露了自己的真正目的。原来她希望短发妹不要总和网红姐妹团对立，特别是网红姐妹团的头财阀妹，所以卷发妹想要撮合财阀妹和短发妹。短发妹没直接拒绝，但她一到现场就发现了财阀妹的致命秘密。韩国财阀的女儿在夜店狂欢后竟然玩死了个男人。原来半小时前，听说财阀妹要来，经理特意准备了满房间的男伴，嘱咐他们一定要好好伺候财阀妹，而夜店老板更是全力以赴，亲自出面迎接财阀妹。财阀妹的土豪举动立刻引爆了全场，大家都在喊女万岁。
他在众人簇拥下走向私人包间，一想到今晚的特别安排是茶人味的，财阀妹就异常兴奋。他直奔最里面的房间，但推门那刻，他的好心情全没了。最近因为短发妹的事，他就很烦。本来想来放松一下，没想到还能遇到讨厌的短发妹。原来这都是卷发妹安排的。他想让两人和解，但财阀妹根本不买账。他立刻爆发了。短发妹被财阀妹的暴躁吓了一跳，他气得想走人，却被卷发妹紧急拉住。卷发妹突然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，他对短发妹说：“财阀妹的心情很快会好转，稍等一下就好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当卷发妹再次带短发妹进包间，财阀妹已经是另一番模样。此时他已经嗨到失去理智，看到自己最烦的短发妹竟然一点也不生气，反而拉着短发妹一起自拍。财阀妹的姐姐看到妹妹发的社交媒体照片，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。为了控制局势，姐姐和她律师老公急忙往夜店赶。短发妹完全搞不懂财阀妹怎么突然变了个人。她小心地打开桌上的箱子，看到里面的注射器，她惊呆了。她赶紧追问卷发妹这是怎么回事，但卷发妹却异常冷静地解释。这时姐姐已经到了，她摇晃着财阀妹，想让她清醒过来删照片。而短发妹实在受不了这一幕，转身就离开了包间。她没想到财阀哥也来了，看到短发妹从包间出来，她误会了，以为短发妹也是混乱中的一员。短发妹刚要解释，包间里突然传出一声尖叫，两人赶忙冲进包间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过量的人。姐姐慌张地跑来，告诉他们地上的人已经没有呼吸了。财阀哥立刻冲过去开始施救。短发妹感到非常害怕，她本能地想要报警，但进来的律师立刻阻止了她。短发妹实在无法忍受这屋子里的荒谬行径，舞池里的人还在欢快地跳舞，没人注意到包间里发生的命案。短发妹亲眼看到这些财阀如何遮掩真相，他们悄无声息地清理了犯罪现场。作为目击者，财阀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？女孩第一次去夜店，就见证了财阀女在嗨药后导致男人死亡。失去意识的财阀妹被抬进了保姆车，紧接着一辆救护车也悄然驶来。短发妹的头脑无法接受今晚的所有事，她无法相信这么大的事居然可以不报警。很快，财阀妹的律师姐夫找到了她，律师递给短发妹一份文件，说只需签字就能得到一笔丰厚的补偿，这笔钱她一辈子可能都赚不到。但短发妹还是拒绝了封口费。她告诉律师自己不需要补偿，罪行应由犯罪者承担，她没做错任何事，不愿意为了钱与他们同流合污。当律师知道短发妹不是财阀哥的女友后，失去了耐心，看着气得直哆嗦的短发妹，财阀哥打断了律师，直接拉着短发妹离开了场面。虽然财阀哥帮他摆脱了困境，但短发妹并没有因此感激他。在他看来，财阀哥和律师没什么两样。他故意选择了一个不同的电梯楼层，还说他不想和财阀哥多待一秒。这是财阀哥第一次觉得在女生面前这么无理，他忍住怒气，把车从地库开到了大门，正好挡住了刚走出来的短发妹。财阀哥知道地位低的短发妹可能会被律师记恨，为了短发妹的安全，他故意让律师看到他们之间似乎有点暧昧，希望这能让律师不要去找短发妹麻烦。夜店的事很快就过去了，短发妹的网红生涯也迎来了新高峰。原来大家都很喜欢她的穿搭，短发妹开始更认真的在批发市场选衣服，她专门拍了漂亮的照片上传，没想到赢得了更多关注和喜爱。很快，街上的女孩都在穿短发妹的同款，短发妹的粉丝数直线上升，居然涨到了27万。老板找到短发妹，说很多赞助商都想请她做广告，但短发妹拒绝了，因为她想要开自己的服装店。看着野心勃勃的短发妹，老板给了她最后的忠告。没想到老板的预言很快成真，一夜之间，所有答应给短发妹批发衣服的商家都反悔了。原来有人看到短发妹在社交媒体上的穿搭，提前把所有货都买走了。因为买家是这一区最大的，店主们都不敢得罪他，不得不把本来给短发妹的货全都转给了这位买家。从短发妹那里预购的顾客收不到货，一个个都开始退款和投诉。短发妹实在忍不了了，她打算找到那个抢走她货物的神秘人理论一番。原来短发妹想要的货被姓黄的老板恶意全买走了。她找到黄老板，准备当面质问他，但黄老板却装作从未听说过短发妹。短发妹不想跟他继续做戏，直接揭露了他的行为，还警告黄老板，如果还敢这样，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他。黄老板第一次被这样的小角色当面挑战，气得直跳脚，一时慌了，把背后的指使者说出来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敏慧策划的。短发妹离开黄老板的店铺时，心里仍然感到不服气。她联系之前帮过她的神秘网友3B，问他是否知道黄老板的黑历史。很快3B就发给短发妹一段视频。看完视频后，短发妹再次去了黄老板的店，这次她从包里掏出了一沓厚厚的钞票。黄老板敢不敢跟我打牌？黄老板一头雾水，不知道短发妹在搞什么飞机，但他深信在自己的地头绝不会输给短发妹。牌一发完，黄老板自信递下了2万，其他人都纷纷弃牌，短发妹却直接把筹码加到了50万。黄老板有点懵了，但短发妹接下来的举动让他彻底慌神了。短发妹当着他的面揭露了他的上位史，这些都是神秘网友3B告诉他的。内心崩溃的黄老板不敢再下注。短发妹翻开自己的牌，竟是2张最小的牌，他就是要用最差的牌赢黄老板的老千，这样才能彻底打击黄老板的自尊。经过那次大规模的退货事件，短发妹在网上宣布店铺停业整顿，她一时间成了全网的焦点。
但很快大家发现了更震惊的是，短发妹突然人间蒸发了，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现实中，谁都联系不上她。女网红背着老公去酒店挣外快，看到那么豪华的装潢，心想今天的客人肯定给的不少。没想到的是，一开门迎接她的竟是消失许久的短发妹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短发妹布的局。她假装是个大金主，约了卷发妹到酒店，没想到卷发妹真的来了。一直到自己的秘密被揭露，卷发妹立马跪地求饶。卷发妹的老公虽然钱多，但绝不让她乱花，想要跻身财阀圈和网红姐妹淘，她只能靠出卖身体来挣钱。看着跪在地上的卷发妹，短发妹说只要卷发妹帮她一个忙，她就会帮卷发妹保守这个秘密。卷发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在高级时装秀上，每个座位都象征着不同的身份和地位。财阀妹和她姐姐坐在尊贵的第一排，而敏慧和另一个网红只能坐在后面。时装秀就要开始了，但卷发妹的座位一直是空的。为了能坐在第一排，她为这场秀的品牌花了大价钱。大家都在纳闷，卷发妹怎么会错过这种炫耀的机会。然后短发妹穿着最新款的衣服出现了。不止这样，她还坐在了第一排，而且是卷发妹的那个位置。原来短发妹想要高调回归的第一步，是从卷发妹那儿弄到的门票，来参加这场顶级时装秀。计划的第二步，就是赢得那个穿短裙的模特的注意。这个模特就是拥有全网450万粉丝的崔春，她不仅是各大高级品牌的宠儿，还是时尚界的风向标。走秀结束后，短发妹带着鲜花去后台。崔春看到短发妹的衣服，眼神里流露出奇异。原来这衣服崔春自己也穿过，短发妹特意花大价钱借来这衣服，就是为了吸引崔春的注意。崔春打量着短发妹，感叹衣服还能这么配，挺有新意的。她很欣赏短发妹的风格，还特意问了短发妹的名字。财阀妹和网红姐妹团立刻闹翻了天，因为他们发现名模崔春竟然在社交平台上发了和短发妹的合照。她在配文中大赞短发妹的穿衣品味，崔春的粉丝也纷纷称赞短发妹。有了崔春这个跳板，短发妹的付出显得轻而易举，她的店很快就重新开业了。这次短发妹的野心更大，她打算把业务从服装拓展到美妆，而那位开美妆公司的财阀哥自然成了短发妹的下一个跳板。一条动态就值500万，直播半小时能赚1000万。他是韩国最火的网红，无论走到哪里总是众人瞩目的焦点。财阀夫人举办的慈善晚会真是盛大，短发妹作为顶尖网红又一次收到了邀请。闺蜜在她下车前提醒她补个妆，毕竟她现在已经是众人瞩目的公众人物了，得随时保持完美无瑕的形象。但短发妹却拒绝了闺蜜的建议，因为她心里觉得自己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，也不觉得自己算是什么公众人物。正当两人聊天的时候，短发妹的车不慎撞到了一个女孩，她急忙下车去看女孩的情况，没想到女孩却一把推开她，神情恍惚地说她还有重要的事要做，说完就匆匆离开了。短发妹没把这个小插曲放在心上，很快她就到达了慈善晚会现场。她一出现，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，这让网红姐妹团相当不爽。财阀妹一脸阴沉，一杯接一杯的喝酒。敏慧在后排故意说些挑衅的话。如今的短发妹已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小角色了，这次她直接走到后排，当面跟敏慧对峙。她讽刺敏慧总爱把人分3、6、9等，却受不了别人比她级别还高。敏慧被顶得哑口无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短发妹霸气的走开。但财阀妹怎么可能忍受这种委屈？她站起来想拉住短发妹继续理论，但因为站不稳，当众摔了个跟头，裙子被财阀妹不小心弄脏了。闺蜜看得急了，毕竟这裙子是赞助商提供的。短发妹下意识的安慰她说没事，只要我们把它买下来就行了。话音刚落，短发妹突然愣住了。不知何时开始，她已经变成了曾经最厌恶的那种富人，觉得钱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心里感到一阵失落。短发妹一个人离开了派对。这时候，短发妹又遇到了那个之前差点撞到的女孩。原来那女孩的哥哥就是之前被财阀妹害死的那位。财阀妹的律师哥为了事情不扩大，一直在妻子和短发妹面前隐瞒着事实。如今女孩上门来闹，事情再也隐藏不住了。短发妹完全震惊了，她无法相信财阀竟然能掩盖一桩命案，而这一切都被躲在一旁的敏慧听到了。原来短发妹的服装店越做越大，连中国的超级网红都想和她合作。张薇拥有3800万粉丝，知道能和她一起直播带货。短发妹激动得差点晕倒，她亲自到机场接张薇，不仅准备了漂亮的花束，还特地学了些中文。短发妹带着张薇参观了自己的服装工厂，她小心翼翼地跟着张薇走，担心这位大牌网红看不上她的小工厂。没想到张薇一看完，当场就下了100万的大订单。消息一传回店里，短发妹妈妈兴奋地尖叫起来，只要这批货能卖出去，女儿不仅能赚一大笔，还能顺势打入中国市场。可闺蜜却高兴不起来，她没见过这么大的订单。闺蜜开始担心货卖不掉，短发妹妈妈急了，直呼她乌鸦嘴。直播的日子一天天逼近，这时候警察却来敲门了。原来有人揭露了夜店的致命毒品事件，而短发妹作为目击者也被举报了。为了不影响直播，短发妹选择装作一无所知，对警察隐瞒了事实。可直播当天还是出了岔子，直播一开始就有大量粉丝涌进来，但销量在卖出5万件后就停滞了。短发妹开始慌了，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只能在镜头前强装镇定，继续介绍衣服。这时张薇听了耳机中的指示，决定终止直播，对短发妹说不用再继续了。
原来直播间的流量太大了，系统出了点故障，这导致数据一直没更新。其实衣服在开播5分钟后就已经卖光了。知道衣服售罄，短发妹乐得不知怎么办好。这场期待已久的合作终于成功了，但他没沉浸在喜悦中太久，而是没告诉任何人，独自一人走进了警局。这次他终于下定了决心，准备勇敢揭露那起因吸毒导致的命案。韩国财阀的千金在夜店嗨倒出了人命，他的哥哥还是国内最有名的律师，一桩命案就这样被秘密压下了。作为目击者的短发妹，她鼓足了勇气向警局报了案，但她万万没想到，警长竟然是财阀的人。他偷偷把一切都告诉了律师，负责这案子的警察很快就被调走了。这一切显然也是财阀的安排。处理完警局的事，律师哥终于准备对短发妹动手了。他首先找到的却是短发妹的死敌敏慧。原来揭露财阀吸毒的网帖是敏慧发的，敏慧本想借此诋毁短发妹，没想到这行为反而得罪了财阀。律师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，一条条列出了敏慧的罪状。敏慧夫妇吓得立刻跪地求饶，她丈夫甚至直接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妻子。短发妹从警局出来后，决定在直播里把一切都澄清清楚。原来网上突然冒出来一些黑粉，他们造谣说短发妹是靠不正当手段才获得了今天的成就，而那些假聊天记录的发布者，竟是之前最支持短发妹的网友3B。3B 对短发妹有一种病态的控制欲，仅仅因为短发妹没能及时回他消息，他就变心，开始反击，并联手了讨厌短发妹的敏慧，想一起毁掉短发妹。短发妹不想再被人背后诋毁，他开启了直播，准备把所有事实都讲出来。财阀的千金也在看这场直播，他担心短发妹会公开他吸毒的事。就在短发妹准备揭露真相的时候，敏慧也开启了自己的直播。直播中的敏慧哭着承认了自己的发帖行为，但下一秒她竟然反诬短发妹威胁了她。敏慧这出戏显然是律师哥指导的，网友们很快就被敏慧那精湛的演技骗了。这下无论短发妹怎么解释都没用了。很快，短发妹的服装厂就收到了大量退货，没人愿意再支持一个被指控的网红。幸好这时短发妹接到了弟弟的电话，他说网上的那些黑子都被警察抓了。短发妹马上赶往警局，她想亲眼看看那些天天在网上黑她的人长什么样。来警局一看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怎么想都没想到，网上那个不停黑她的人，竟然是她最好的闺蜜。女网红一脚油门，直接把车开进了海里，因为她发现最狠的黑粉，竟然就是她身边的挚友。闺蜜成为黑粉的理由，更是让人难以置信。刚刚经历了朋友的背叛，短发妹又听到了更令人心碎的消息，因为被冤枉成全网公敌。之前买过她衣服的客户们都开始退货，而一直帮她管理工厂的朴叔，竟因巨大的压力选择了自杀。这件事让网络上的舆论更加疯狂。大家都在说短发妹害死了自己的员工，网友们纷纷骂她是杀人犯，还不断追问她为什么不去死。坏消息一个接一个，就在短发妹感到绝望的时候，财阀哥竟然出了车祸，幸好医院及时抢救，财阀哥的生命得以保住。短发妹坐在病床前，回忆着与财阀哥的点点滴滴。其实她一直能感觉到他的爱意，只是因为自尊，一直在回避财阀哥的情感。看着眼前昏迷的财阀哥，短发妹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心里的话。短发妹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一切，朋友的背叛，亲人的去世，恋人的重伤，全网的谩骂，这一切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他自己开车到了江边，给一直支持他的夫人打了最后一个电话。他对夫人说，自己打算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彻底出名，那些曾经伤害他的人，也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说完这些，短发妹挂断了电话，毫不犹豫地驾车冲进了江里。第二天，新闻上满是这位人气网红自杀的报道，那些曾催他去死的网友，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，舆论完全反转。原本被攻击的短发妹，现在变成了受害者。大家都在呼吁警方调查真相，但一切似乎并未有所改变。直到3个月后，当事情几乎被遗忘时，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。死去的短发妹竟然开始直播，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。网红姐妹团看到后吓得魂飞魄散，但对短发妹来说，她的复仇才刚刚开始。司机得知这女孩住在豪宅区，急忙问她花30亿能否只买到20平米的房子。女孩却翻了个白眼，说她从没住过那么小的房子。然而出乎意料，司机刚走，女孩就走进了旁边的拆迁区。她住的房间里到处都是垃圾。她在按摩店工作，她工作的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偷偷录下富人的八卦，然后上传网上。她的账户名就是短发妹最大的黑粉，叫3B。得知短发妹因网暴自杀，3B疯狂地笑了起来。但这一切其实是短发妹布下的陷阱。她先是假装死亡，让自己的新闻渐渐被忘记，然后在大家都快忘了她时，突然直播露面。直播中，她揭露了那些曾经害她的人的罪行。得知短发妹还活着，财阀哥立刻找到了她的直播间。但当他找到她时，才发现镜头前的不是短发妹本人。原来短发妹的好友一直在用 AI 换脸技术代替她直播，而真正的短发妹去了按摩店，准备亲自面对那个黑粉。黑粉进了包间，以为今天只是给某富夫人按摩，好赚一笔。没想到对面的人戴着口罩和帽子，就是不搭理他。黑粉快没耐心了，对方终于开口，眼前的人居然是短发妹。他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亲眼看看自己最大的黑粉在现实中是什么样的人。黑粉意识到自己中了短发妹的圈套，彻底崩溃了。他冲到休息室，想拿包快速离开，但他的假名牌包里不断有蟑螂爬出来。黑粉最后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完全垮了。
因为他突然意识到，比起那些蟑螂，自己更像是隐藏在网络阴影下的蟑螂。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，于是从高楼跳了下去。幸运的是，楼层不是很高，黑粉并未有生命危险。事件平息后，财阀哥最终找到了短发妹。短发妹自己去了黑粉的家，他想亲眼看看这个天天黑他的人住在什么样的地方。打开门，他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。黑粉的家简直就是一堆垃圾。夫人对短发妹说：“这房间很快会被清理干净，一切都将结束。”然后他递给短发妹一个账号，原来还有人在网上支持短发妹，希望她回到网络世界。但这次他决定彻底放弃成为网红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他决定放下一切，超级网红的生活暂时画上句号，新的生活在远方向他招手。